门婚事，母亲我就为你定下了。白皙、顾青言，我就吐槽了两句吧。受气爹啊，你真不干小说里来了。笼中之臣是这本民国小说的名字。女配白皙和我同名同姓，为了一个渣男，放弃了自己的医学梦想，却被背叛。你爸。咱们顾医生今天跟蒋家小姐结婚，真是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啊！我们终于不用再伺候那个老病鬼了。白家早没落了，就他一直端着。不就是仗着早年他对顾医生有恩吗？这都800年前的皇帝了。哎，顾医生，那是谁啊？一个风清姐。顾青言，下次别拖着我们呢！真是，给我好好看看，人家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顾家还肯给你口饭吃，你就该感恩戴德了。青言，我为你放弃学艺，像狗一样的求白家施舍钱财人脉，你怎么能背叛我？将心埋葬在深渊，最终病死了。哎呀，虐身虐心呐！你接着呀，傻愣着干什么？不是，我不，哎，谁要嫁给那个死男啊？你个姨太太生的小丫头片子，还挑上了？我接，妈，我要和顾青言结婚。女主白欧，原文里没这出啊！小欧，你是白家和我林家的大小姐，怎么能嫁给顾青言那个穷学生呢？他才不是什么穷学生。妈，你来，我和你说。跪好了，不许跟过来。你说不过来就不过来，社会主义接班人可不受封建压迫。我前2天遇到个神算，他说顾青言未来会成为名震上海滩的大医生，各大家族都抢着要他，所以我一定要和顾青言结婚。那神算靠谱吧？肯定不会错。原文里的确没这段，难道他重生了？既然你3挑4拣不满意，那这门亲事就让你姐姐去吧。这样啊，不过我也不欠你的，我给你安排一门更好的。谁啊？霍大帅家的长子霍廷生。上天给我重活一次的机会，我就要挑最好的，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原文里一笔提过，霍廷生打小跟着大帅打仗，性格暴躁，阴晴不定，听说每天都有人被他虐待致死，这是人能嫁的吗？不行，原主白皙是个只知道读书的乖乖女，我不能暴露自己这么了解顾廷生。妈，小欧，霍少帅这么厉害的人，我恐怕配不上吧？怎么配不上啊？我们白家在上海滩那可是有名有姓的。只不过这2年低调了点。就是，霍大帅他们刚到上海滩，急需拉近和本地豪门之间的关系，必须找人结亲。这可是他们
求我们家了，是天大的福气。这么大的福气，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你还敢回嘴？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信不信我？妈！不能让他在咱们家被打坏了。看我的！白皙，给你根骨头，你就应该感恩戴德的叼起来，然后再说声谢谢，免得你们家那条老狗跟你一起受牵连。你用用我姨娘威胁我？我就威胁你，怎么了？光知道吃口粮不干活，家里的驴都比你们母女俩有用吧？原主亲妈被卖到白家当姨太太，受尽屈辱，但宁可自己吃苦，也要保护原主。我不能害了人家。没错，老爷早就看腻了那个黄脸婆，要不是我大发慈悲，你姨娘早就被卖掉了。你要想让她过得安稳，那就老实嫁去霍家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答应下来，安置好原主身边的人再说。好，结就结。站住！站住！把账本交出来！少帅，听大太太说，白家那边答应了。哼，那我倒是想提前见见，还有这么不怕死的女人。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有意思。爸，欣欣好害怕。小玲今天出去，听说霍少帅昨晚杀人了，一打听，他天天杀人啊。西西，婚期都定了，说什么也迟了呀。没错，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。这都是为了姨娘。但我要是死在大帅府了，姨娘岂不是更孤苦伶仃了？说什么死不死的，这要是让外人听见了，多晦气！我不像姐姐有林家撑腰，我没权没势又没钱。霍少帅要杀我，还不跟捏死蚂蚁一样简单？我不嫁了！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我多给你准备点嫁妆，这回够有底气了吧？可我还是不放心姨娘。要不我给你姨娘搬到花园去住，再多派几个佣人照顾，好不好？那先这么着吧。小姐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，三言两语就讨到了这么些首饰嫁妆。那当然，总不能白嫁。那您这是该快要逃婚吧？嘘，我要把这些东西当了，换成钱。小姐，这些可都是您的嫁妆，去了大帅府，没有这些东西给您撑场面的话，别人会看不起您的。傻丫头，只要有钱，到哪儿都是大太太。谁要在大帅府久留啊？嫁给霍廷正，不就等于找死啊？等安置好原主身边的人，我一定得找机会逃出去。去吧，去吧。是。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。
婉儿小姐，这是要去哪？我认识你吗？不认识就可以进。这难道是那个杀神？自我介绍下，大帅府霍廷正。怎么？逃婚啊？怎么可能？少帅，高看我了。霍廷正怎么突然来了？手机爹，能不能好好走原著剧情啊？我欣赏识时务的人。你既然敢答应这门亲事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那就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么明示，不应该往屁股尿流的继续逃婚了吗？难道我不同意他就离婚？果然是万恶的旧社会。期待接下来的肯定不会让少帅失望的。也就是个胆小鬼，怎么会妄想有人和我一样？最好是这样，否则我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而这丰田占有欲这么强，看来我的逃跑计划还得从长计议。廷正，哎，你回来了。妈有个正事儿，正好要跟你说。我妈已经死了10几年，你也想尝尝被冻死的滋味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说，白家的聘礼单你出来了，你看看。自从你开始管家之后，霍家就没落了。我娶妻只有这么点聘礼。白家那个死丫头嫁回来，还不知道能活几天，你想花多少钱啊？这上海滩一般都是这个价格。上海滩是这个数，可我霍家不是。如果你连这点都没办法，就让我把重新安排人。哎，我加1倍啊，不，2倍行不行？3这个数字比较适合你，就加3倍吧。笑什么笑？再笑把你们眼珠子都挖出来！平真这就是，老娘早晚要你好看。少帅，您不说这亲结不成，怎么还给白尔小姐加聘？是结不成，但我也不想给老头子和那个贱人省钱。也不知道白尔小姐逃不逃得掉。要是骗了我们少帅，赵床冲下，可就神仙难救了。霍家今天也随便，你怎么不早和我说呀？我巡天前是顶没这么大张旗鼓，我哪能猜得到？算了算了，哼！聘礼送到，我先走了。啊！顾清言这个穷爹饭，还敢给我家甩脸色！大小姐要了二小姐1辈子钱，今天丢大脸了，就是。你看那个姓送的什么破烂东西，里面库里都比他强。你们这些下贱的婢子，还敢嚼主人的嘴！宋万良，该死的贱货，你还来丢我的脸！
这也能怪我？还有宝贝，要死了！竟然敢在我们白家上人！少帅夫人就是在少帅屋里。他还没嫁过去呢，算什么少帅夫人？就是，顾廷琛前世可没这么护过我，这个县种凭什么？哪怕婚事未到，二小姐也是我们少帅的夫人。有人敢对夫人不规矩，那就小心自己的脑袋！真不愧是那个杀神的副官，师出同门啊！你赶紧给我道歉，少给我们白家惹麻烦！老爷，难道你想让我们整个白家都给他陪葬吗？快道歉！对不起。给夫人道歉。对不起。够了！你们还嫌这不够丢人吗？一会儿你们娘俩去祖宗牌位那给我跪着，好好反省。谢谢。想到少帅这么重视你，你可一定要保养好，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这剧情太疯狂了，廷琛居然这么爱我，我会给他老老实实出嫁，先糊弄过去，免得他因爱生恨刀我。你得意不了多久了，等真正嫁过去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人间天西西，白天的事妈都听说了，这些钱你拿着快跑，虽然不多，但圣上也就够了，总好比嫁给那妈。那你怎么办啊？妈贱命一条，半截身子都入土了，只要你好好的，都值得。妈，霍少帅虽然名声不好，但对我没得说。哎呀，傻孩子，这男人的好和坏是说不定的。万一我也有事，就等万一了再说。不就是训狗吗？难不倒我。我21世纪堂堂优秀医学毕业生，治不了疯狗，要也能把他要倒。训狗？我是说相处。我又不笨，真有不对劲了我再逃，带着你一起逃。原主的妈妈真是个慈母，我一定要活下去，也要救妈妈出火坑。这个霍家的要是你，咱母女俩也不至于受这么大委屈。这个顾青言要钱没钱，要权没权。顾青言他未来会成器的，你以为霍廷铮就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妈，明天大婚，我必会让白皙那个小贱人知道，不如霍廷铮的意会落个什么下场。哎呦！大小姐出门了！大小姐都出门这么久了，二小姐怎么还不出来啊？也是逃婚喽。听说霍少帅手辣的很，甭管男女，人在他眼里都是牲口。少帅，白二小姐真的没有出来？确实是实。既然这样，本少帅就亲自去接一下行。如果被我发现了，
看呀，少帅，少帅，真是一表人才，真帅！白皙，霍廷铮最讨厌等人，等他把你揪出来，你就等着皮开肉绽。怎么这么久还没出来啊？大喜的日子，别真出什么幺蛾子呀！听说霍少帅小时候被女人害过，所以后来性格残暴的很，不知道暗暗虐杀了多少女人啊！今天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巧合？霍少帅又杀人了，真是个疯子！就知道霍廷铮这个疯子不可能放过白皙，这哎呀，怎么赶在出门前破了呢？这也太不巧了！一辈子一次的大婚，究竟是谁想害小姐？别哭了，没多大事儿。怎么会没事？万一霍少帅等的不耐烦，吃苦的还是小姐啊！我可是医学生，一迷在手，我还能怕他？竟然没逃！放心，霍少帅这么爱我，一定不会让我吃苦的。我让你知道，骗我是什么心肠。少帅都没见过小姐，你怪人。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。可能是爱我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。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什么怪里怪气的曲子？听着高兴就是好曲子。好了，缝好了吗？没有，这不像意外，分明是有人故意扯坏了裙子，穿不了了。少帅饶命！是奴婢没有缝好裙子，这才耽误了喜事。请少帅不要责怪我家小姐。不关小玲的事儿。白家二小姐居然为了个下人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这可不是民国大小姐能做出来的事情。难道大喜的日子，我会有危险吗？那你唱首曲子。我不会啊。刚刚我在门外听到的是小学生。如果夫人不愿意的话，心情。知道会做出什么事。我唱。叶小英，先上楼等着。我不能在这里就死了，必须先安抚好这个神经病。谁家好人唱这个红声？唱。都是勇敢的。你额头的伤口，你的不同，你犯的错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
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马黑马，就让你的披风战马，将来你随着我的梦，是那黑夜中的无眠日后。果然没错。向何处？深渊卷走时空万转情黑暗中只有你为我照亮。傅庭那你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激动什么呀？叽叽喳喳。大喜的日子，大小姐息怒息怒啊！大喜？我看是大丧吧。霍廷铮不扒了他的皮出来，就谢天谢地了。这什么这？可姨娘养的，连小欧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还真以为他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啊？就是，他是还没飞起来，就先横着被抬出来了。二小姐出门了！二小姐出门了！二小姐出门了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二小姐出门了！二小姐出门了！霍少帅，我跟魏那你要怎么样？洗澡了这么久，霍廷铮为什么没打他，反而抱着他？小欧的意思是，这还没拜过堂呢，西西还是大姑娘呢。少帅，你这么抱着不合适。对，我不信他们感情这么好，西西被打了，为了这样才抱着。我觉得少帅要是为了妹妹好，就让妹妹自己下来怎么？我拳头会掉的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自己觉得。这年代也有这个梗。霍廷铮也是穿越来的，那如果是现代人，脾气怎么这么差？还是我误会了，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霸总居士，但他对我好像还不错。你最好是有正事才叫。我确实是为了少帅你们夫妻着想，都说出嫁从夫，女子天生就该依附男子，视丈夫为尊，才能长久。可我妹妹实在有点不懂事，是今天才刚出门，她就连路都不走了，只派您抱着。小希，她这不就是想压你一头？就是。想压我？你心没数吗？这就吵起来了。白喜，我还以为你多受宠，原来不过是做样子。我这个做姐姐的也是关心，第一天不立好规矩，不然以后怎么和和睦睦呢？说多少了？全上海滩的笑柄。
正好，让你丈夫也好好抱抱，压抑。秦正，你们都是抢！少帅回来了！哦，我在娶亲！快看，少帅！啊，新娘子！这么爱看，车停了还不下车？那是因为我裙子坏了，不能自己走路。哟，还想让我抱着你？我自己走，但是你能不能借我个东西？它好像不像传说里那么凶残，没准能试着沟通沟通。什么？这个。少夫人，我家少帅的鞭子从来你要鞭子干什么？借我当下腰带，我回去就还你。多谢少帅。少帅回来了！恭喜少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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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老上贵子！就算是天定的良缘，也会有辛苦，对和错都不必太在乎，为爱退让不是输，抓紧你的手，走过我的潮一潮脚踏进进湖门，跨过火盆喜迎娶。这火怎么这么大呀？火盆还是透主体的，这么高的火牌呀，这怎么能过得去啊？呀，少帅迎新娘子回来了！哇，这火也烧得太旺了，你们都怎么办事的？这要是换火盆或者不跨，就不吉利呀。大帅明日就要回来了，这万一要是有个什么事儿……看我的！大喜的日子当然要跨火盆，还要跨个漂亮的火盆。幸好我带了明矾，能净水。明矾里的钾元素还能让火焰变色，九子离火，步步生莲。少帅，我们进去吧。没想到少帅平时看着凶巴巴的，这屋子倒是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是啊，没想到霍廷铮好像还挺好说话的。大小姐要是知道了，肠子都得悔青了。不过也好在她脑子不好，小姐才能嫁给霍少帅。他哪是脑子不好，所以才选了看起来更好的顾青言当丈夫。可惜啊，我传进书里，原主没嫁给顾青言，顾青言就未必会发达了。
不想别人，咱们既然来了，就努力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少帅一路对你那么照顾，以后肯定也会一直对你好的。既然不会烧火，就用自己的尸体去烧。金钟，对了，今天是个大喜，不过下次可就不一定了。这么火辣！你什么时候搬家啊？该不会要委屈本小姐，一直住这个破屋子吧？搬家不要钱啊？你钱是……那你就去赚啊！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哎，你这就走了？顾青言，你干嘛把小姐一个人晾在这儿？算了，再破也比被霍廷哲虐待的好。婚的时候你够得意，但今晚百乐门的红玫瑰就会找上大帅们。霍廷铮一旦发起火来，你浑身皮肉不得好过。我受过的苦，每一样你都得尝尝。小瘪三，给我让开！今天大帅府的喜事已经结束了，闲杂人等不准进去。闲杂，真带着狗眼！我是百乐门的红玫瑰，更是你们少帅的枪。少帅，少帅，你在吗？少帅，我是红玫瑰啊！你们去打听打听，这段时间少帅只进过我的宝剑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喂，你刚刚说少帅进过你的包间？没错，少帅一向不苟言笑，他进我包间的含金量，想必您应该知道吧？那真是不得了，但这怎么办呢？少帅今天可是大婚之日啊，所以我才要讨个说法。少帅该去的人是我。哎，木已成舟，那大帅明天就要回来了，你总不能这会儿去大闹洞房吧？我偏要去，他要不给我说法，我就让大上海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无情无义。等大帅回来，就他那你。小姐，你要的东西拿过来了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时代应该叫如意袋，用医用橡胶手套自制的。就是夫妻同房的时候要用。哎呀，小姐你怎么这么不注意？这么不注意遮掩的？这有什么好遮掩的？万一我还不想要小娃娃呢？哎呀，您别说了，咱们女孩子呢就应该好好保护好自己。很多臭男人不洁身自好，我还嫌他们。谁脏啊？我裙子脏。我看是心脏吧，让你丫鬟出去。这什么呀？我是医学生嘛，用点卫生工具很合理吧？哦，用在什么地方的？民国明明已经有套套卖了，狐狸精还跟我装纯，难道他是真纯？还是说他真的不是现代人？
这么难以启齿，该不会是不好的东西吧？我都说了，这就是很普通的东西。通啊，那就教教我。少帅，门口有个叫红玫瑰的舞女找姑爷。既然是来找你的，就赶紧去吧。我去？谁招惹的谁去，难不成还要我去？一定是有很要紧的事，才会在这个时候过来。少帅如果不快点去看看，万一出什么事就不好了。你还真是大度。应该的。以后记得叫少夫人。是。少夫人，您怎么能真让少爷去呢？万一真是老相好呢？那就更得让他去了，否则老相好出事，倒霉的不还是我吗？也是啊，可万一他就这样登堂入室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入就入吧，霍廷中动不动就犯病，多一个人替我分担也好。队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要不要问问他想干什么？少帅，难道你忘了我们？我确实是去过你的包间，但你要不要看看我手里的枪，再仔细回忆回忆，我是去干嘛？我花了20大洋为你消息，就被你臭着屁，贪心不足。贪心不足，找死！少帅，这才只是一片真心，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队长，他是百乐门的人，如果一旦出事，整个上海滩都会知道，不会有人相信你的。所以呢，活该被当成王八，都认了。明天你爸就回来了，这万一要就把你给杀了，逃命也是。少帅，我还在房间等你，你别在外面开这么大玩笑嘛。这疯子居然真的想杀人，我单纯善良小可爱，绝对不想被连累死。少帅今天累到了，又怕我误会，就有点暴躁，还请太太多担待。红玫瑰小姐为了寻求真爱，哪怕冒着天寒都要过来，我也非常敬佩。那玫瑰，就求少夫人，求您看在我一片真心的份上，准我给少帅做小可以吗？这是我说了不算，还得看少帅。玫瑰没有别的盼头，只求能陪在少帅身边。如果您不答应，我就跪到你心满意足为止。好啊，那就跪到让我去外面院子里蹲。可是外面还在下雪，所以这样才更要让你。
霍廷铮真疯狗啊！我在他手里能苟活到现在，也是厉害。少夫人，您真一点都不拦着那个红玫瑰进门啊！我不能表现得太不在意霍廷铮，免得被发现问题。我相信少帅，但万一他骗我，就证明他这个人本就不可靠，我也不该为他伤心。我呢，还是更关心自己的学业和事业，这才是咱们女子该把握的东西。您都嫁人了，不打算退学吗？当然，我变火盆、做鸡蛋还有迷药，这都是我学医的时候学的，怎么能放弃？等我学成，我还要当大医生看病救人呢。您又说这些。乖，这不是为了叫你别担心吗？今天你也累着了，休息一下。好的，少夫人。这兵荒马乱的一天总算要过去了。真的吗？少帅，你外套呢？这兵荒马乱的一天过去了，脱个外套不是很正常吗？也是啊，快去休息。刚才枪都敢压，现在怕什么呀？刚才是怕你太冲动了，反而讨不到好。现在是怕你兽性大发，压不住另一杆刺。就这点胆子，以后不准再拦我，听到没？干嘛？少帅？当然是拿回手里的东西。生头熟头都是你，晚上他长睡不吃亏。少帅夫人现在是霸道了，这鞭子借了你半天，成你的了。我忘了吗？你就是为了拿这个？不然你在期待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刚才红玫瑰过来打断了，你不是要教我怎么用那个橡胶套子吗？你干嘛对那个东西这么感兴趣？我做的套子和这个时代的不一样，他应该认不出来呀，为什么还这么感兴趣？对了，白天他怼白鸥的时候，不也说了几句现代梗吗？你是不是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就是不知道，所以好奇。这样啊，哎呀，这就是我学医的一种手套。哦，行，那你早点休息吧。我刚刚接到了信号。你不休息吗？我去书房睡，你早点睡吧。刚才他笑了，是笑了吧？好像也不是很可怕，甚至还有点帅。哎呀，我想这些干什么？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少帅、少夫人，早上好。这位是赵叔，大帅的心腹，也是从小照顾我长大的人。赵叔好。少帅、少夫人客气了，老头子祝你们新婚和睦，百年好合。谢谢赵叔。哥，
怎么不给嫂子介绍我呀？啊？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？霍庭云，摆正你的眼睛，乱看小心被挖出来。呀，庭正，这怎么一大早心情这么不好啊？哦，是不是因为昨晚因为胡玫瑰的事情，任西西不高兴了，故意在大帅心腹面前挑事儿呢？大帅吩咐过，咱们霍家在上海滩落脚，少帅千万不要惹事儿，也要团结好本地的家族啊。我也是这么劝庭正的，可是我人微言轻，这人家婆婆都能喝上新媳妇的茶，我都喝不到。人家婆婆还有死的了，太太也想试试。你太超前了，太超前了！我一个现代人都说不出这么惊世骇俗话。少叔多虑了，昨晚我和少帅没吵架，不会影响两家关系的。哎，那就好。也请太太放心，少帅肯定会处理好红玫瑰的事，绝不会给任何人破坏我们夫妻的感情的机会。你什么意思？昨晚怎么警告你的？好啊，少帅，少夫人这股落落大方的气势，真有大太太当年的风范。我和赵叔说话又没按照你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？狗男女，仗着是老爷子的长子，还想挖老子眼睛！你早晚死在战场上，看我怎么折腾你的小寡妇！真没想到这个小贱人这么会说话，把老赵哄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下大帅怎么惩罚霍廷正？还有红玫瑰啊！廷正最讨厌小三了，他一定不同意纳亲，有的闹了。而且你特意选的婚期，本来就是为了让他们今天回门，错过爸回来，正好方便让红玫瑰好好闹一闹。没错，白皙这个小贱人，以为假模假样的替霍廷正说话就有好果子吃。哼，这个白眼狼绝对不会陪他回门的。等白皙一个人被红玫瑰给盯上，那就可劲儿的闹了，正好闹到大帅回来。爸最好面子，到时候他这么一闹，就得让他们小夫妻俩扒层皮。到时候霍廷正，你就等死吧！这个太太和二少爷分明就是在挑拨离间吧？这后妈呀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您怎么知道？哪有亲妈会算计自己儿子的？哎，少帅现在性格这么差，82%就是他们害的。那个二少爷没准都不是大帅亲生的。您又知道了？哎，电视剧、话本子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？哎，好，东西收拾好了没？收拾好了。可您真的要一个人回门啊？原剧情里，霍廷铮没有陪白鸥回门，红玫瑰还拦在门口大闹一场，简直是人间惨案。少帅大忙人，我不用他陪，可别人看见了会笑话您的。我就从侧门出去，滴滴打一辆黄包车。滴滴是什么东西啊？滴滴就是车铃声。怎么，嫌本少帅拿不出手，所以自己偷溜？少帅如此威武帅气，怎么会拿不出手？那就是对我不满意了。啊！我超满意。所以我要去。我不仅去，我还要大张旗鼓的带2车回门里。啊！吃错药了吧你？原剧情不是这样的。不同意就是有意见。你是心疯了？她一个姨太太也配和
要平起平坐。给我闭嘴！一会儿少帅要是来了，你还这样说，小心我扇你！哎，阿梅，你就在这儿安心的坐着，等西西他们来啊！老不死的！别做梦了，霍廷铮不会来的，没准啊，他白皙也来不了了。什么？我再一个人回门，我也是少帅夫人。你们这少帅夫人，求你给玫瑰一条活路吧！老女人最后有人了，长官，我除了这儿没有地方可去了。你要跟我走，你就是逼死我，那我今天就让你死吧！来人呐，快来看呐！少帅夫人逼死人了！打起来了，我看呐，看我！雷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个泼妇？吃过的苦，一个都别想逃！少帅夫人，求你给玫瑰一条活路，请你给玫瑰一条活路吧！哎呀，没事吧，胡小姐？我是医学生，我帮你看看。哎呀，生病就要看医生，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说什么好心呢？我被你们罚跪了一晚上，我膝盖都肿了。你好狠的心呐！来人呐，来看看呐！来人呐，来看看呐！来人呐，来人呐！大帅，红玫瑰没事找事儿，昨晚就被少帅戳破，罚跪了。再看看，洪小姐，枉我帮你劝了一整晚，你这么闹，少帅不是更讨厌你了吗？你帮我？白皙，你可是大帅府的少夫人，可不要为了掩盖自己外面的丑事，到外面胡编乱造啊！这有损了大帅的面子。你果然在骗我，今天不给个说法，谁都别想走！太太，我真替他在少帅面前求情了，反正少帅是不会拿他的，求不求情，那也不是你一张嘴的事儿嘛。太太就这么肯定？那丧门星薄情寡义，连你个正房夫人都冷落，一个人回门，哪会纳妾？你们刚结婚的小夫妻，你就舍得让他纳妾？你别在这嘴硬！我就知道你从中作梗，我今天要成不了少帅的人，我就去死！如果我已经说服少帅了呢？那绝对不可能！就算他当场死了，少帅也不会眨一眨眼睛。不可能。算了不起。少帅。廷铮，你真的要纳他？我纳。这怎么能行？丧门星居然还铁树开花，那今天不就闹不成了？还给他屋里多添个人，给我添堵。太太，我刚刚说的话你不信，现在少帅都亲口承认了，你还不信？哦，该不会是太太就是不想让少帅纳洪小姐吧？怎么会？我只是怕你们年轻人任性，过2天就不当回事了，闹得不是更难看吗？洪小姐，我们家少帅向来不近人情，八成啊是为了面子，这随口敷衍你2句，你可别当真啊！那可不行，我要成不了少帅的人，我就做你的鬼，我没有证明。
答应我的。睁大你的狗眼！那姐说同意，行了吧？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我要你提前写一份纳妾书，以防红玫瑰今天来闹事。你要我纳妾？都是权宜之计，他不来就算了，万一他来了，你生气杀人，我会害怕的，也不吉利。是少帅的账，是真的。多谢少帅，多谢少夫人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本来就不应该。你们有完没完？有完，有完。妈，算了，大哥跟大嫂还要回门呢，别耽误了他们的事儿。没错，我和少帅就先走了。算了算了吧，回去，接着弄。给自己丈夫纳妾，还这么高兴？把这个装起来。少帅，夫人可真是佛心啊！大帅刚才回府了，红玫瑰那一通闹，正巧全瞧见了。大帅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。夫人这一通安排的体体面面，大帅很满意。他是为了我。春木怕死，上次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白皙他不会来的。爸，把这个老东西赶出去吧。给我滚！走，想得美！给我跪起来！大夫人，二小姐嫁得好呀，瞧这打扮模样，把大小姐比到知道哪儿去了？就是外面的回门里有2车嘞，没想到少帅这么宠大小姐。就是嘞，让你跪就跪，下贱玩意儿，生个女儿也扶不上台面，飞上枝头也当不成凤凰。大夫人饶命啊！小姐在路上有事耽误了。就算没事耽误，我看他也哄不好少帅，8成是觉得一个人回门没脸呢。这野种啊，就是没规矩。大太太说谁是野种呢？当然是说你了，你还好意思回来啊？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回门，打的是我们白家。少帅到！可能我婷婷为什么会陪他回门？不该狠狠虐待他吗？为什么还对他这么好？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这不是刚才贤婿和西西都没到吗？所以贱内就多说了几句。我迟到就可以让我妈跪着？没错，迟到的确是本少帅的问题。让妈跪着干嘛？该害怕的另有趣。
愣着干嘛？我没害怕，只是听到你喊妈，也有点惊喜。少帅，请坐，请坐。也是啊，本少帅怎么能喊个姨太太当妈？可你已经喊了。那就不是姨太太。对，少帅说的对，大帅府的亲家就应该是大夫人。那你说什么呢？我妈才是大夫人！白如海，你疯了！你给我过来！王八羔子，我死都不会答应的。你想死，那便连累我和小欧啊！小欧，霍大帅刚刚打完胜仗，现在在上海滩的势力那是如日中天。我们白家，哎呀，别说我们白家，加上你们林家，就算是把其他家族都算上，也比不上霍家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不过是口头改个称呼而已，管家权还是你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别闹了，走回去。哎，快走吧。妈，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欺负你，你直接喊我过来，我打不过，我还骂不过吗？西西放心，妈以后一定不染茶。您啊，就安安心心的享福吧，以后我常来看您。哎呦，你眼纹都出来了，下次一定给你买雅诗兰黛。什么是雅诗兰黛啊？什么？民国还没有雅诗兰黛吗？就雅诗。他说买雅霜带来。哎，对，雅霜，买雅霜带来。你呀，妈也不要你买什么，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，妈就开心了。谢谢你，少帅。西西，你和少帅怎么了？是啊，西西，是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没什么。干嘛突然撩我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们小两口情和叶儿，千万不能吵架。凡事啊，你就多依着点少帅。听见没？听到了。白皙，等开学了，你还要继续来上课吗？要是再让那母女俩得势，我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不可能！别看他现在得意，根本就是少帅为了面子故意演出来的。那个大师算得准吗？肯定的。少帅就是天煞孤星，白皙这个小贱人迟早死在他手里，把皮抽筋。那就好，还以为你结了婚就要放弃学业了。你可是我们班上成绩最好的。可学园怎么那么好的成绩，我给你这个渣男全毁了。啊，对了，如果你还有资料的话，郭青言，喂，郭青言，我给你掏钱找人脉，你倒好，你还敢对白皙于情未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只是同学。最好是，告诉你，再给我发现你动歪心，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他们夫妻俩都不是什么好人，不管以后找你干嘛，你都不要答应。
不是好人。没错，霍家要招医生，千万不能招这种自命清高的。大帅的确是有要招医疗人才的想法，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谢天金睛。糟了，忘记这是个人精了。我就假设一下，大帅肯定是要做大做强的嘛。不喜欢他？当然，谁喜欢他？少帅，你能回去的笑吗？我怕害怕。真羡慕少帅媳妇，少夫人看着就感情好。好不好不知道，胆子倒是越来越大，连我什么时候笑都能管。不像我家那婆娘，现在对我指手画脚，动不动要骂要管。你能讨到媳妇儿不错了。哎，我怎么了？我可是少帅的司机，整个上海滩找不出第二个。再厉害又怎么样？平常挑三拣四，那等回到家里，还不是眼巴巴给媳妇儿当狗吃了？那倒是，谁让我媳妇儿长那么好看呢？嘴又甜，高兴的时候把我哄得家门都找不到了。行了，恭喜大帅打胜仗，这家里啊多了2个儿媳妇儿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哈哈哈，好。身手，多谢大帅，我们学医的嘛，有的是手段和力气。倒是妹妹一天摔2次，有机会还是去医院检查下小脑吧。站不好就别站了，来人，给我拖到门口，接着跪。少帅，我错了，我是昨天跪了一夜，所以才摔倒的。听正，这玫瑰也是为你好，这大喜的日子体谅体谅啊。那我倒是没有你会体谅，毕竟我也没给人当过小的。哼，逆子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是你妈！我妈已经死了10几年了。少帅，行了行了，刚回来闹什么乌烟瘴气的？小希啊，爸看你机灵，有主意，府里这次庆功宴就由你来办吧。这没想到这么重要的宴会，竟然交给一个刚进门的死丫头。他们父子和睦，结果打的是我的脸。庆功宴有那么重要吗？当然，这大帅打胜仗，整个华东家族都会来参加，更别说在霍家的宴会上还都会展览大总统的兵符。我记得大帅之前是跟着大总统的，没想到大总统临终之前竟然送了他这么珍贵的东西。没错，虽然现在出兵不用兵符了，但是这可是霍家无上的荣耀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竟然交给个死丫头！慢着，你说，如果白皙把兵符弄坏了，那在整个华东都会丢脸。看大帅扒不扒他的皮？哼！所以除了宴会安排，最主要的就是保护好那块兵符。没想到啊，还能看到这么贵重的古董。你脑子里现在只有这些东西吗？我把这件事办好，不也是给你长脸吗？我要你给我长脸。那你要什么？
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。谁说幸福只是一你烫伤这么大一块，远方的为什么不说？哎，放心，这就是小伤。小伤也会致命的，一点点溃烂，然后再蔓延到全身，再输液再急救，到时候都救不回来。你不想我死啊？怎么可能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你忘了我是学医的吗？我会自己涂好药膏，治好自己，绝对不会死。谁要管你死活？我也会保护你，我们都好好的，都不死。夹满你的祝愿，手放在你手上。怎么突然就抱起来了？怪不好意思的。不行不行，白小溪，你得更坚定的搞事业，专注自身，不能被这些男色阻碍了前进的道路。可他一会儿又像大狼狗，一会儿又像小奶狗，很难不喜欢嘛。少夫人，要检查的东西拿过来了。来了。哎，对，还是得抓紧办好庆功宴。上次看还没有变色，是我们磕破的吗？不要声张。可明天就是宴会了，大帅一早就会派人过来拿兵符。我们去找少帅求求情吧，要杀就杀我一个吧。不要说这些丧气话，还有1天时间，肯定能补救，肯定能。少帅，小林手里拿的是虎符，要不问问少夫人？他不来找我，何必去问？可是，少帅您去哪儿？外面又下雪了。总统府，总统夫人呢？还有一块兵符。自从大总统去世，夫人身体不好，每晚都睡得很早，先生还是回去吧。少帅，总统夫人手里那块兵符是总统留给他的遗物，你不可能轻易借给他。你如果不试试，我夫人就要成遗物了。可是您这么做，少夫人她也不知道啊。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我廷将前来求夫人，借我兵符。小溪啊，这几天辛苦你了。能为大帅和少帅分忧，不辛苦。西西啊，这马上该出发了，把兵符拿出来，让大家检查一下吧。没什么好检查的，到了宴会厅直接拿出来就好。少夫人不会把兵符弄坏了吧？所以不敢拿出来。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，这兵符可是霍家最重要的勋章，是吧，大帅？是啊，当年我跟着大总统征战四方，大总统临终前把这块兵符送给我做纪念，意义非凡呀。哇，那一定要让儿媳妇看一眼，我从来还没见过这么珍贵的东西。
到了宴会厅也能看到。宴会厅那么多人，我们霍家人要注意礼仪，我哪好意思挤进去看？少夫人推三阻四的，不会真给弄坏了吧？没坏，没坏，你怎么不敢拿出来？你三番两次诋毁我弄坏了兵符，如果你错怪我了，你要怎么补偿我？我怎么可能错怪？激我是吧？我看你就是在拖延时间，死鸭子嘴硬。如果你没弄坏兵符，我就跪下来给你当脚蹬。快给我打开！行了，谢谢，你就把它打开，让我们检查一下。你看这兵符，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叫什么？已经是好好的，好像还变新变亮了点。肯定是你把兵符给弄丢了，找个假的糊弄大家的。太太好像特别笃定，我肯定弄坏了兵符。刚才你的态度明摆着就有问题。确实有问题。大帅，您觉得兵符变新了，是因为我给他做了修缮保养。前2天我用化学技术给兵符镀上了一层保护层，但昨天夜里我发现表面的这层保护膜被磕破了。看来是有人趁我不注意偷拿钥匙打开盒子，故意弄坏了兵符。谁知道是不是你在这儿贼喊捉贼，自己没有保管好？可我怎么记得刚刚是太太和玫瑰姨娘非要我打开盒子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做事谨慎一些，你别想污蔑我。在家里吵吵嚷嚷做什么？是啊，大帅，这事儿再吵也没个结果的，所以大帅，我早就做好了准备，一眼就可以查验是谁做的。哦，你还有这本事？也对，你们医学生连带着化学都学得不错，难怪把兵符保养的这么好。什么？还能查出来？我在这层保护层中加入了一些混合物，易挥发。如果日常碰到，再不注意碰到些别的东西，就会起反应，生出明显。发油中还有茶籽油，发生了反应，我的手指就变成了蓝色。不错，难怪听别人说你在学院里成绩名列前茅啊。玫瑰姨娘，你在看什么呀？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是刚刚有点无聊。哦，可我怎么记得刚刚是你一口咬定，非说我弄坏了兵符，还说要给我当脚蹬。我没有。手伸出来！没想到少夫人居然这么厉害，看来呀，咱们这一块算是白借了。没错，以他的本事，在这个时代也能好好活下去，前提是不被我唾弃。少帅，你说什么？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大帅饶命！我只是好奇虎父长什么样子，所以偷看了一眼。你还想嫁祸给小溪？我没有。太，快帮我说句话呀！我没胡说。大帅，这都是小孩子闹矛盾，
不要计较。哎，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咱们家闹这一出事，不是让人看笑话吗？啊！太太还真是会替人着想，那我们就快刀斩乱麻。既然你管不好钥匙，那就把财政大权交出去，给西西，他可以会。这关我什么事？这财政大权哪能够了！大帅，我辛辛苦苦帮你打理上下，这没有功劳有苦劳吧？你怎么……那你就好好休息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没有再和你商量，从现在开始把管家群交给小西，要不然交给秦征，好好查一查今天的事。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，少帅，你人真好。看你没出息的样子，这不是你给我争取的吗？人家都喜欢。郑副官，你和少帅也带了东西去庆功宴吗？不是，老张，你把东这西送少帅误以为少夫人真的弄坏了兵符，特意去问总统夫人那儿借了块一模一样的来。啊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借啊？哎呦，少帅，你怎么也不问一下我？谁说不是啊？我也劝少帅先来问一下，可他就是不听，急着去总统府，这一跪就是一晚上。行了，膝盖上都是水，这么冷的天姥姥会得老寒腿的。后腿也都湿了，不行，先回去跟我换身衣服，走。道理相对还是很亲密。没那么多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他吃错药了。少帅大概还是不愿意真的亲近。我瞎念叨的，少夫人您千万不要当真。少夫人，他们都说少帅在那间屋里的时候，可千万不能去找他。您真的要去啊？他这几天一直在那儿，我总不能一直不去吧？而且几次相处，我感觉霍廷铮对我还有的商量，不是那么无情的人。也是啊。庆功宴那天，他居然帮我说话，还拿到了财政大权。我怎么着也得好好郑重感谢下，送点吃吃喝喝嘛。少夫人，这门锁起来了。要不说财政大权有用呢，我有备用钥匙。你先在外面候着，我自己进去就好。远居秦岭，来回就是在这间屋，挺成虐成精神病的。原著里也没提，好端端的人，怎么脾气就这么古怪呢？在那儿，确实不对劲。我不应该没事找事了。走了才好。我也算万种风情，是非两人，谁能有幸托付终身？幻想岁月无声，百年之后何日分？我爱你，苍凉双眼留有余温。不对，不就是霍廷铮吗？都睡着了，我怕什么？还带兵打仗呢，基本的安全卫生意识都没有。运动完了满身大汗，怎么能就这么睡着？
会生病的。我可是随身携带麻醉剂的，有什么好怕？他要发疯，我就给他一针。你没睡着？睡着了又怎么样？只要对我上下其手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是来送点吃的，看到你睡着了，怕你着凉而已。怕我着凉？都不替自己害怕一下？洛廷铮，知道害怕就滚！让我滚还把我勒得这么紧。洛廷铮在发抖。你不想死，不想被连累的话，就给我滚，滚得越远越好。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好运。说谎一点，什么好险？创伤应激综合症。我叫你滚！不管了，先稳住他，再给他扎针。我不走。我的镇定剂藏哪儿了？找到了。轻点，我喘不过气了。门怎么没锁？少帅，不会敲门啊！对不起，少帅，小林说没锁门，少帅觉得违背常理，所以过来看看。结果真的，你都别吵了。换件衣服吧你。哎呦，脸丢没了。不会的，少夫人，您和少帅本来就是夫妻嘛。府里下人们都在说你们感情好呢。好个屁！他就是个臭流氓。哎呦，算了算了，学习为重。哈，这本以为霍廷铮娶了妻会闹得衣房鸡飞狗跳，真没想到日子越过越好。谁说不是呢？冯将军过几天要带女儿来上海，这欢迎会，大帅又交给少夫人办了。冯将军，他女儿冯曼妮打小就喜欢霍廷铮。这如果冯曼妮掺和进来，哪还有白皙这小贱人蹦跶的机会？还有这回事儿？那冯曼妮如果和少帅在一起，我不也得跟着倒霉吗？我当然不会让他们和和气气的在一起。霍廷铮亲眼看见他母亲死在他面前，一旦涉及感情，他就会发疯发狂。如果在见面会上一不小心误食了什么，影响到了神智，正好又和冯小姐在一块儿，冯小姐岂不是要倒大霉了？到时候冯家和大帅都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如果冯曼妮再肯嫁进来，就继续闹个天翻地覆吧。大太太真的太厉害了，如果少帅以后倒台了，我还得跟着您混呢。霍廷铮和白皙这对小野种，早晚葬身之地。看着点儿，这些可都是上海滩的名人，别给我丢脸。我用我白家的人脉给你牵线搭桥，你以后做出成绩，可得要记得感恩戴德。
你就是霍廷中的夫人。啊，是我，冯小姐，我听说您刚从法兰西留学回来，我特意找了最好的葡萄酒，您一定要尝尝。我不喝。啊，今天是您的接风宴，这不喝点怎么热闹？再说了，您平时陪冯叔叔跑前跑后的，您练练酒量也是替他长脸啊。您先接着，我先干为敬。没完没完。让你陪冯小姐说个话都做不好，真的是丢了霍家的脸。不是我说你啊，小姐，你公婆把这么大的宴会交给你，你怎么能把客人让到现在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姐姐这也是好心提醒你啊。冯小姐可是法兰西留学回来的，你要想招待好她呀，就得用最好的红酒，然后扒了这一层皮，让你尝尽我数度。那就干他娘的！所以1个月之后，我们就要调集军力去往前线了。你安排人拦着吗？少夫人敬酒的速度太快了，人太多了没好拦。你要想招待好她，就得有最好的红酒。冯小姐暗恋霍少帅这么多，今天肯定会狠狠下这个少夫人的面子。冯小姐今天来的时候脸色就不好，这白皙居然还上赶着，果然小娘养的就是上不了台面，一点眼色都没有。就是，你就是霍廷中的夫人。冯小姐好，我叫白皙，就读于光华大学医学科。光华大学的？说什么呢？唧唧歪歪的，怎么还不脱呀？说起来，我还是您出国留学前的校友呢。干一杯，喝酒就免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喝它！别说了，热的，喝喝看。这是红糖参茶，活血暖宫，趁热喝了更有效果。居然接了酒还喝完了，难不成是认可白皙的丫头？那也不看看少帅夫人，肯定有两把刷子。冯小姐，你怎么能喝下去了？我凭什么不能喝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给冯小姐的当然是最好的。白欧，如果你喝多了，就去外面吹吹风吧，不要打扰我和冯小姐聊天。你和谁这么说话呢？我可是你姐姐。行了，咋咋呼呼的吵死了。你要是不出去，我就叫人把你请出去。没想到一个学西医的，竟然还记着老祖宗的东西，用红糖参茶调理痛经。马克思说过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只要对治疗有益，就应该广泛运用。还挺圆滑。识时务而已。就像冯小姐，明明很有军事天赋，本应该成就一番事业，但还是要先委屈自己来参加这种无聊的宴会。我怎么听起来你在夸我？我就是在夸你啊！我听说在冯小姐16岁的时候就出谋划策，帮冯将军打过胜仗，非常敬佩。那你难道没听说过我还喜欢霍廷中吗？少帅和冯小姐都是很好的人，
你喜欢他也很合理啊，但不能说幸灾乐祸吧。少帅目前是我的丈夫，他对我很好，所以我也相信他。和我炫耀？不，我最近在计划创办一个医疗基金会，没工夫为了这种儿女情长炫耀。我相信冯小姐也是一个有远阔抱负的人，不会在这种已婚男人身上多费心思。他被你说的好像特别不值钱，有吗？二位聊完了吗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别是听到了吧？如果二位聊完了，就请冯小姐上楼一趟，讨论一些军备问题。好，我先去。海冯曼妮一直盯着我干嘛？晚宴的餐食可以让厨房安排起来了。不想活了吧？敢给少帅下药？嘘，千真万确，那人直接往少帅的茶里倒了药粉，然后送进去的。少帅正在和冯小姐谈事情，会不会出问题啊？送都送进去了，和我们又没什么关系。哎，走吧走吧，就当不知道。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，居然敢给少帅下药！我们赶紧去告诉大帅，把这些坏蛋都抓起来。不行，不能告诉大帅，幕后黑手选在今天闹事，肯定是为了把事情闹大，让大帅惩罚方廷城。你去看着那几个人，让他们不许再说漏嘴。我去找少帅。不许说漏嘴。玫瑰，该你出场了。大太太，你放心吧，我一会儿保准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少帅和冯小姐闹出了丑事。白皙以为他能拦住谁，我就是要让他掺和，亲眼看着自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纠缠。霍廷铮，你住手！从外反锁，是真想让里面的人死啊！冯小姐，霍廷铮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开门，快开门！霍廷铮，你住手！冯小姐，你们让开！我们快去叫医生。他为了不被药效控制，不碰我，一直在自残。快叫医生来吧！不准叫人！没事，还好，他都避开了要害。那我们赶紧去叫大帅吧。谁都不许去求援。可以坚持，我能挺过去。放心，冯小姐，我留在这里帮忙处理伤口，你先出去收拾一下，免得被人看到借机发挥。白皙，这不一样。没事，真有事，我也是他的妻子。他疯了！当年大帅放弃了他们母子，他亲眼看着他妈妈被冻死在雪地里，从那以后，他就是个疯子。我们先走。等他镇定下来，我们再叫医生来，好不好？
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走，白皙，你别做傻事，白皙。他是我的丈夫，更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病人，我当然要留下来。那你回去洗个热水澡，放松下来，照顾好自己，乖。让我补？你想一个人把血流干吗？你看清楚我是谁。白皙，给我松开！松开，让你继续自残吗？以为自己是什么活菩萨吗？我是不是应该把你的嘴也塞住？说的什么鬼话？白皙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宴会厅。今天我包场，所以你给我安静一点，别想给我闯祸。你怎么？这不是你的时代，这里是杀人不眨眼的上海滩，不讲王法没有道理。你哪怕每一个军阀的儿子作死在床上，也只能自认倒霉。霍廷铮，你是不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？你还有功夫想这些有的没的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处境？你有病！我不瞒你，是因为我还有顾忌，怕影响两家的关系。你是我的妻子，天经地义。所以你就可以天经地义的伤害我？霍廷铮，这是你的心里话吗？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只是被药效控制，只是他疯了。当年大帅放弃了他们母子，他亲眼看着他妈妈被冻死在雪地里，从那以后他就是个疯子。你只是现在的过去，但其实都过去了，你应该坦然的往远处看，这是你在这个时代能活下来的该有的奖励。所以霍廷铮，放轻松，深呼吸，让我给你止血。放轻松。白皙，是不是以为自己在哄我？不好了，快来人呐！我家少帅的冯小姐被人害了，被关在一个屋子里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撕了你的嘴！你小丫头撒天了，看我今天不收拾你！住手！叫人都丢到外面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大帅，太太，我这不都是为了少帅好吗？少帅好像吃错了什么药，他刚刚悄悄把冯小姐拉进屋子里了。什么？我女儿在屋里头？小霍，你赶紧把门给我弄开！是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们家少帅绝对不会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。没错，他就是在说谎。我亲眼看见的，我怎么可能说谎？冯小姐绝对没在屋里。一贯门口狂欢，大帅你千万别相信他。
我要是说谎，就天打雷劈我！老子才不相信什么鬼啊神啊的！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嚯，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！给我把门打开！大帅，要是我看错了，冯小姐不在这里，我从这跳下去。谁要从楼上跳下去啊？哎呦哎呦！爹，误会，没事就好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看不是误会，这种下九流的捉奸手段，还真有蠢人会做，也是开眼了。冯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玫瑰她听不懂。玫瑰真的刚刚亲眼所见的。我人都站在这儿了，你还要污蔑？是非要给我们冯家泼脏水吗？妈了个巴子的！老霍，你家这小姨太真他妈活腻歪了是吧？冯小姐饶命，大帅饶命！我刚刚也就是看错了，但是我也是好心啊，我是怕冯小姐被欺负了呀。我生等屋里的不行，不管屋里是谁，霍廷铮重要都是板上钉钉的，我必须把霍廷铮的丑事闹开，不是白往归着。诸位稍安勿躁，这终归冯小姐不是已经没事了？哎，不如把门打开看看，真的要有什么事儿，咱们也好帮帮她。楚太太，我还没见过这么关心继子的后妈，你是真贴心。这廷铮不是生母区的嫂，我当然要对她视如己出。大帅，这廷铮从小就乖巧懂事，这不如咱们以防万一，把门打开，真要有什么事儿，咱尽早帮帮他，是吧？也是，廷铮不会惹事儿，那就去看看。不行，闭嘴吧，小丫头！我来开门。你还站着从楼上跳下去，冯小姐还有大帅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少帅刚立困睡着了。那我看你就是嫉妒少夫人和少帅感情好，拿我们当枪使。这怎么可能？少帅怎么可能好好的？这不可能啊！红玫瑰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少帅有问题，你才满意？我没有，我就是看少帅不对劲，所以怀疑他被人下药了。我一个医学生都不能光看就断定病情，你倒是一口咬定，还带了这么多人来看戏。我没有，我看你有，因为给少帅下药的人就是……原来是贼喊捉贼啊！我没有，我只是看错了，你凭什么借这个事情污蔑我？少帅明明在那躺得好好的，你刚还说他只是累困睡着了，他怎么可能被下药？因为我给他注射了镇定剂。少夫人，人都找过来了。多亏了少夫人抢救的及时，少帅安然无恙。就是他给少帅的杯子里下药的，不是我，是我！你救救我！少帅的，你快帮我说声话，别死我一个人！此不足惜。
那天回去后，大帅也禁足了大太太，怪他识人不明，天天和红玫瑰厮混。总的来说，这件事情翻篇了。你们家翻篇了，但我一想到你甩出镇定剂的那一下，还是很震惊。你真给霍廷中扎了一针啊！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，对待应激创伤综合症，最重要的就是安慰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白皙，你的镇静剂放在哪儿？什么？你每次见我不都带着镇静剂吗？还有这个素质，你不是控制的好好的？空如眠，此刻你就在我身边。那是，我们学医的嘛，有的是手段和力气。区区霍廷铮，区区霍廷铮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给某位老板送材料。要成立基金会的人，自己当甩手掌柜。这种流程上的事情，术业有专攻嘛。多谢少帅。快点拿给我签字，我这个合伙人真是一秒都待不下去了，真腻歪。这点小伤，我自己能处理。是我弄伤的，我当然要负责任。太阳打西边出来，霍廷铮算在和我赔礼道歉，还挺会疼人。这种小打小闹的没什么大不了。你的伤都好了吗？要不要我再看看？基金会的吗？你不是已经给过我了？离婚书？我知道你不是主动嫁过来的，看在小事一场，放你走。可我嫁都嫁了，再离不就二婚了吗？还有半个月我就要随军打仗了，二婚总得丧偶些。怎么就丧偶了？原剧情里，霍廷铮好像确实死在了后面那一招。这不是我一开始的打算吗？找机会腾出霍家，找到回去的办法。可我为什么一点都不觉得开心呢？既然你说的这么严重，那干脆不去好了。你听到冯曼妮说过我妈的事了吗？姐，我桃子为了救一个城的百姓，把我和我妈丢了。大冬天的物资匮乏，我妈是活活被冻死的。但我妈不让救，我为另一个是一座城的百姓，我
万一老头子分心吃了败仗，一座城的百姓都会被屠。你妈妈为了一城人，心甘情愿牺牲了自己。所以哪怕我恨老头子，会的。所以哪怕我知道我随时会死，我也一定会上战场。心上的悲伤难以化解，如今的美好转眼都覆灭。多想你是为了不连累我，相互陪伴缠绵，提前给我安排好了老公。像你的欺骗，然而一切注定灰飞烟灭，你早已预谋了誓约。半仙，你只会这一招是吧？少帅，这招呢？我听着，我不知道慷慨赴死算不算勇敢，但不战而退，一定是懦夫。胆子大了。是你非要把我往外推。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有什么好的？我给你自由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自由？我就要你，你不愿意也不行。你要我？对，没见过强抢良家妇男的吧？今儿就让你见到了，管你都3针9裂的，我就把你这个瓜脑子给强扭过来。好疼！枪你也敢乱架着玩？真不怕我？我怕你干嘛还吻你？你是老虎豹子吗？我怕你干嘛？我以为你只是为了安抚我。是有安抚的成分，但我也总不至于安抚谁都去吻他吧。也是，等我找到夏家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这么安慰人。不准！不是要离婚吗？不是要给我安排好后事吗？欠什么钱？滚开！我媳妇这么喜欢我，我为什么要离婚？谁喜欢你？臭流氓！我要拿枪放你！会看向我，别碰自己。我跟你2人一样。王妃，我把你带回娘家，不要住你这个破公寓。我让你研究个青霉素的提纯，到现在也写不出来。我还要被白石那个小贱人，他敢讲你讲多久啊？全世界都在攻克这个难题，是我想要就能有结果的吗？你明明想被……我知道上面怎么查，我不管，反正你一定能研究出来，我相信你。哎呀，走，你之前找的那个大师准不准？就他那个样子，能研究出来吗？真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到现在还没研究出来。我看该不会是那小子瞒着你吧，故意研究出来了，但捂着不说。这可是他自己的前途啊！我可听说那小子从前在学校天天跟白皙那丫头在一块儿，该不会是把大好的机缘打算送给白皙那丫头吧？不可能吧？真不可能！他心里肯定还想着白皙那个贱人。上辈子他
就是和白皙一起才研究出结果的吗？我倒去问问。你傻呀！你现在去问他，他不但不会承认，反而还会防着你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悄悄的把资料偷出来，然后送去给霍大帅邀功。可万一那些资料没有用怎么办？小五都说了，那大师算出来的。那顾青言啊，这个月肯定能研究出结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真研究出来，咱们就给他拿过来。没错，我好吃好喝的供着他，他的东西当然都是我种的。等顾青言得了大帅赏识，名声大噪，这种没实权的可能才有。白打得不错嘛。我说什么？聪明人干什么都会成功的。那我再给你多拿点子弹，那你在这儿再练会儿。好。白欧，你来办事处干嘛？这是什么？我来给大帅宋青言最新的研究。顾青言能研究出个什么？难道是提纯剂？白欧，医学研究是很严肃严谨的东西，关系到很多人的性命，你不要把他们当成玩笑。你才开玩笑！等我把资料给了大帅，青言就会成为整个上海滩最著名的大医生，而我就会成为比你还要尊贵的上流名士。原剧情里，顾青言能研究出结果，全靠原主白皙提供了最重要的构思和实验数据。这辈子我赚了白皙的身份，顾青言能研究出个鬼啊！白欧，我好心劝你，不要自掘坟墓。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呀？你就是嫉妒我，嫁了个有本事的丈夫。我嫉妒你。顾青言是有一点小小的才学，但他这个人虚伪至极，我是在替你担心。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你这个没眼力劲儿、后宅蠢妇，还不赶紧滚！你那个纯姐姐来找你干嘛？她说要把顾青言的资料送给大帅。就是那个对你念念不忘的姐夫。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想和你说个事儿，你不准说我小题大做。我听着。顾青言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才学，但他这个人心术不正，我姐姐更是。所以，如果他们自建了什么东西，特别是医学相关的，你们一定要经过临床试验，反复确认后才能投入使用。好。但是，少帅夫人这么关注别人，少帅的枪要冒火。研究还没完成，你怎么能偷偷拿走啊？你骗谁呢？你没完成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！我告诉你，白皙根本就看不上你和你的研究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啊！要死啊！你倒插门的赔钱货，敢当我们家小欧！那研究才到一半，你女儿就迫不及待的拿去给大帅。
要是有什么纰漏，那我们才真要死。小欧，你不是说他已经研究好了吗？是啊，你不可能没完成啊！你那么聪明，你以后还要成为大医生呢。这一个什么青霉素，怎么可能一直没结果呀？是啊，青言，要不你赶快去办事处问问吧。我这一招虚伪、自私，还愚蠢恶毒，我真不该跟你们为伍。哎，快开始！哟，大医生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霍二爷，您怎么来了？还不是你这宝贝女儿和好女婿研究出了假药，吃死！二爷，少夫人的亲娘不久前被少臣接走了。西西啊，这个院子也太大了，我一个人哪里住得了啊？妈，您就安心住着，这是廷正孝敬您的。妈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沈太太不会被白家连累。我已经和大帅打过招呼了。廷正，谢谢你，这样一来，我对原主也算有个交代了。谢早了，白家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了。走吧。你去跟大帅说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顾青言，他一定能够研究出来药方的，我没有骗人，我没有。再给时间，顾青言也研究不出来。你这个蠢女人，你懂什么？他一定可以，不然我为什么要选他？你就这么信他？那当然，我和你们这种普通人根本就不一样。我是天命之女，我能看见未来。顾青言，他就是最有潜力的天之骄子。看来你看到的未来也很有限。就是嫉妒。随你怎么想，但我明明已经告诫过你，不要随便拿人命开玩笑。你固执己见，终归只会害人害己。我怎么害人了？我竟然还没被……够了！你有这本事，不如多做点好事。只知道挑钱力物捡现成，好吃懒做，依靠别人，只会不得好死。不行！你一定要救我！我可是你的姐姐，哪怕你不救妈妈，也要救我！我既然他有潜力，我一定会成为大上海的名媛的！我不能死！我不能死！我不能死！心术不正。我不能死！我不能死！会回来吧？希望我回来。放心，我死也死回你旁边。你敢死，我就敢改嫁。霍廷铮，我说的话可能不吉利，人真的会死，没准就是下一次。好。
我知道顾青言上报假药的事情刚过去没多久，你的军队对药物的审查还很严苛，但请你相信我，这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药。如果被怀疑上，我的身份大概率会暴露。可是我改善了顾青言的提纯青霉素，也给你带了几支，还增加了一种很有用的特效药，可以救急救命，但产量不高。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研发的，基金会成立之后，我们招来了很多有志之士，冯小姐也知道，所以如果遇上了实在处理不过来的危险，使用一下。你大可以抛弃我这个怪物，但你给我伸上点子，把我留在身边，哪怕我只剩一口气，我爬也爬回你身边的。耳边街报窗前，眼前无人知处我去，心间知我却风大雨声声。这大帅都已经出征2个月了，你还真沉得住气啊！我有自己的事业要处理，太太实在闲得慌，也给自己找点事吧。哈，也是，连自己的亲爹都能送上刑场的人，能跟你说什么？哼！你没长眼啊！大太太，二爷送信回来了。还有这种事儿，白皙，你的好事就要丧到你命。今天开会讨论的文件，回去之后整理一下。少夫人，您最近几个月强迫自己忙碌成这样，身体要垮掉的。哎呀，小问题。前线打仗的战士们比我们辛苦危险多了。可他们是男人啊。这和男女无关，多研究出一些有用的药，我们也是在为全人类做贡献。都已经是春天了。少帅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信了，不知道这场仗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你们是干嘛的？围着大帅府干嘛？当然是为了抓捕叛徒。我是少帅夫人，你们是不想活了吗？霍廷铮趁刚打赢胜仗，暗害大帅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那个人狼子野心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他心中一直很尊重大帅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你自己看吧，这下没话可说了吧？来人，给我把少帅夫人押下去！谁敢？这报告有问题。大帅在哪儿？我要检查。他根本就中毒了。大帅不是死了吗？你这个小贱人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别跟他废话，一枪把他给崩了。没关系，这可是我们军医开的报告，不是他想推翻就能推翻的，是吧，顾医生？大帅确实因为外伤正在昏迷，少夫人，你不要为了替少帅脱罪，就在这胡说八道吧。
原来你和霍庭云早就勾结上了，还用我们学医的知识去下毒害人。救人和害人本来就是相辅相成，要不是和二爷合作，我早晚都得被你那个纯姐姐给害死。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守旧迂腐啊？我守旧迂腐，那你怎么不让霍庭云一枪崩了我，把我关在这个别墅里干嘛？就因为你聪明，所以我想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你那个医疗基金会确实做得不错，二爷他看上这块了，他让我招募些人，做一些临床试验。你们能做什么临床试验？该不是人体实验吧？我就说你聪明，白皙，你跟了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你做梦！我就算死，也不会帮你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你话别说那么满呀！霍廷铮已经死了，除了我，没人能护着你了。他真的死了？是啊，他把你给他的药用在他部下身上，自己中弹之后炎症发作，那当然死了不能再死了。白皙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好好想想吧。我以为你死了，我死也要死回你身边。还说这种不吉利的。好啊，青爷，有两把刷子，这么快就说服白皙了？这个死丫头鬼点子多得很，你们别被她给骗了。大太太多虑了，白皙充其量就只能在基金会里做研究，其他时候都有我在旁边看着，她也翻不出什么浪花。没错，只要别让她跟老爷子见面查出病因。也是，你们都安排好了，妈就放心了。哎呀，白皙，你竟然让霍庭云和顾青言那两个坏种接管基金会，还要把我踢出合伙人，小家伙，瞎忽悠！霍廷铮刚死，你就另觅新知，助纣为虐了是不是？风小姐，我早就说过，我是一个识时务的人。贪生怕死就直接说。贪生怕死怎么了？我无依无靠一个人，想给自己留条退路，有错吗？那你也不能不讲良心。我怎么不讲？上海滩迟早是霍二爷的，我和他们做交换，起码保留了基金会不用做人体实验。那其他药品呢？他们会卖高价，会垄断，普通老百姓仍旧得不到惠利。这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吗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冯大小姐要是想来道德绑架我，没用。知道你这几天生理期，心情不好，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，该给的解约书还是要给。就当我们不认识吧。慢着，辛苦了，别以为有霍廷云撑腰就能对我吆三喝四。冯小姐多虑了。
只不过作为基金会的新创始人，我要确保不泄露什么重要情报。你，有什么问题？我还有研究没做完。没什么，只不过是个错别字罢了，也还算是解约书，就算了。两个神经病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天天要拍霍庭云的马屁，还来监视我。监视你？白皙，你看不出来我是在追求你吗？追求？原主对这个人渣一心一意，结果惨遭辜负，换成我倒想追求。这都过去1个多月了吧？霍廷铮的骨头恐怕都被野狗啃没了。难道你还要替他守寡？顾青言，你被白欧打压疯了，以为所有人都应该找个人配种吗？你不掺和，我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好好的。没了，霍庭云需要我的研究，你所谓的追求，也只是想更接近研究成果，好拿我的功劳去邀功吧。你不要太自以为是，不然你现在就杀了我。你要是不敢碰我一下，我一定会让你百倍奉还。白皙，我总有一天要让你跪下来求我的。我最多跪下来，在你的尸体上浇硫酸。别急嘛，等得势了，想要什么女人没有？没关系，我就是喜欢强扭的瓜，甜不甜无所谓，扭断了我也得把它扭过来。你跟我大哥还真是个情种，被同一个女的耍得团团转。不过正事别忘了，差不多再过1周，老东西的部下就会全部被我收拢过来。等我开认知会的时候，让老东西抢救失败，知道吧？放心吧，二爷。回头见。气死我了！小姐，您回来了。明知道我生理期还惹我生气，白皙，你混蛋！我们按照白小姐的方子给您熬好了红糖参茶，您赶紧喝点吧。知道你这几天生理期，心情不好，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，该给的解约书还是要给。回家喝点红糖参茶，就当我们不认识了。红糖参茶，没想到你个学西医的，竟然还记着老祖宗的东西，用红糖参茶调理痛经。马克思说过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只要对治疗有益，就应该好好运用。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参茶里面含有人参皂苷，白皙给的方子，人参含量一直很多。小姐，这纸上怎么还套着别的字？果然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任职典礼。可惜家父现在还在医院抢救，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能尽快醒过来。白皙，你也不用表现的那么明显。弑父杀兄
古代都得砍头。我笑笑怎么了？你装什么忠心狗腿子呢？你装什么忠心狗腿子呢？白皙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？我和顾医生随便说说，大太太心虚什么？你心虚什么呀？要不是顾医生惜才，你那个野种老公谋害了大帅，你早该枪毙了，还在这儿大放厥词。没错，青岩，我给你面子，可这个贱人居然敢当众污蔑我，当着这么多名流的面，我可不能放过他了。来人，还不赶快给二爷道歉！谁敢碰我一下，我就已经崩了霍庭云。真觉得一个人拿一把枪就能上天了？谁说他是一个人？啊？他怎么来了？什么情况？冯小姐，你们冯家要准备带队跟我们霍家作对啊！别把自己当盘菜，我针对你，还上升不到整个霍家。你是没睡醒吧？我就可以代表霍家，霍家现在是我的。呸！你狼子野心，弑父杀兄，躺在病床上的大帅同意让你当家了。怎么一直说二爷弑父杀兄？真的吗？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上海滩有一半是二爷说了算，除非大帅醒过来，不然谁敢接茬啊？你说我弑父，我就弑父了。没错，你只是害怕霍廷铮犯错，导致你受牵连，就做不了以前高高在上的少帅夫人了吧？白皙，说话可是要讲证据。你如果现在跪下来道歉，或许我还能替你好好说说话。没事。这种捂不热的女人，你就随她去吧。来人，畜生！大帅，大帅怎么全部是重病啊？什么情况？好你不是说漂亮控制好了，今天就送她上路吗？我是安排好了呀，除非知道你这几天生理期，心情不好，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。果然，你当着我的面演戏？没错，我肯定大帅不是受了外伤，而是中毒了，所以暗中拜托冯小姐解救了大帅。这不可能啊！大帅，你没事可太好了。叶拳豺狼虎豹，在战场上等老子和你大哥下黑手，还敢回来惺惺作态？那又怎样？你们所有人都只偏心那个霍廷铮，谁为我着想？我不知道谁为我着想啊！你所谓的铮，就是弑父杀兄，大反天罡吗？我就傻了，我就倒了，怎么样？你个老不死的，本来跟霍廷铮死在战场上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你非要把事情闹大，小畜生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，现场所有人都得给你们陪葬，我看你敢！你还以为你是那个一呼百应的大帅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要在今天任职典礼？就因为从今天开始，你在上海滩所有的部下全部都被我收拢了，想办法投个好胎吧。来人！白皙，够了！我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，你都不好好珍惜，那就别怪我今天不留情！开枪！开枪！上身了！上身了！
救！上车了！上车！老公，你怎么还活着？廷禛，你以为我把青霉素给别人用了，我就会死于枪伤？愚蠢至极！好在我的夫人胆大心细，把心思都花在了救人上，提前给我配备了肾上腺素。我和霍廷禛提过那个药是肾上腺素吗？不对，这么说来，结亲那天，霍廷禛听我唱《孤勇者》听笑了。他真的是这本书里的原住民吗？白皙，你为什么宁愿赌他活着回来，你都不愿意看我一眼？因为道不同。你没死，为什么现在才出现？你难道……当然是为了看你在全上海滩闹出这么大的笑话。胡说八道！胡说八道！你八成是重伤刚好吧？是不是？廷禛，就算我的伤刚好，你自以为可以夺权篡位，但仅凭你的声望和言行，真以为外面的人都会服你吗？那外面都是我的人。大帅，大哥，我错了，我鬼迷心窍，是我老死也行，你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吧。对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啊！你们怎么会知道自己错？你们只是怕死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活着呀！大哥他从小就不喜欢我，我要是不杀他，他早晚会把我给杀了的。爹，我是你亲儿子，你帮我求求大哥，让我一命吧，护主还不是死啊！爹，你在战场上背刺我和你的大哥，还那么多弟兄差一点一道牺牲，我没有你这种恶毒的儿子，你也要我死？你这种卑鄙恶毒的小人，全上海滩都不会容忍。他们给我压下去！放开我！大帅！你还要怎么样？梅西，霍廷禛！上海滩新的大帅，我才是上海滩的天！逆子！谢谢你，又救了我一次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我又成了你基金会的合作人。多谢冯小姐不计前嫌，继续和我合作。我确实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都不计较你之前在顾青言面前演戏糊弄我。这也多亏了冯大小姐够聪明，立刻就察觉到我在合同纸上藏了信息，救下了大帅。我这小打小闹算什么？还得是你家少帅，哦不，现在是大帅了，他才是给所有人演了波大的呢。白董事长，起风了，先回家吧。有什么事情，明天再说吧。白皙，可不能太依着男人啊！以后霍廷禛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来找我，我给你撑腰。你就不怕闪着自己的腰啊？放心吧，要欺负呀，也是我欺负他。又要来欺负我了？在外面逢场作戏嘛，我疼你还来不及呢。霍廷禛，谢谢。不客气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谢谢你，明明经历了这么多的险恶，但还是愿意和我一起努力，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好。顺手的事儿，
我们结婚那天，你还记得我唱是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，后一句是什么？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那天根本没唱到最后一句，暴露了吧？小姑娘醒了，年纪轻轻，以后可不能再熬夜了。最近熬夜昏迷的人也太多了。我睡了多久？你恢复的还算快，睡了半天就醒了。昨天送来一个小伙子，也是因为平时压力大，熬夜躺了1天1夜呢。我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他会不会找我找疯了？他会不会？哟，小霍也醒了。你好，霍先生。你好，白小姐。